手握山河社稷图者，乃大渊的圣物使者，是救国之人，还不赶紧给这位大人松绑！什么情况？有没有人能跟我解释一下呀？阿母，你确定吗？他看上去可不像是有救世之能的样子。这确实就是山河社稷图，不会有假。阿母，可山河社稷图是我朝圣物，历来都由女子掌控，为何失踪100年后会出现在一个男人手中？这一点我也不清楚，但山河图择主，非人力可定。说，这山河社稷图是你从哪里得来的？可有行盗窃之事？什么盗窃？它本来就是我爷爷的，是我们家的传家宝。满嘴胡言！此乃大渊开国圣物，何时成了你家的？你这人来历不明，又疑点颇多，不若杀了了事。阿渊，不可！2月后，蛮族将对我们发动灭国之战，如今唯有此人能助大渊渡过难关。看在阿母的面子上，我暂且放过你。终于逃过一劫。既然阿玛说你是那个能救大渊的人，那2个月后，蛮族30万大军压境，生死存亡，在此一战，我倒要看看你能带来什么转机。所以，难道大渊在历史上消失，就是因为这一战？如果你真能让大渊获胜，那我将向陛下禀报，赐你黄金10000两，享无上荣华。听着是不错，可我家里有几十亿资产，也不缺钱啊。再说，我迟早是要回去的，这里的无上荣华又有什么用？等等，我现在还能回去吗？但是如果你带不来转机，那等到大渊灭亡，山河社稷图会自毁，被圣物选中的你也会跟着一起死。搞什么？还能这么强买强卖啊？阿母，将山河设计图给他吧。山河设计图承载着大渊的疆域变迁，大渊每沦陷一片疆域，图上就会残缺一块。同时，天选之人每救一城，图便修复一块。这里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。芈月关。芈月关是大渊最后一道国门，也是他们南下的唯一路径。明月关破，则大渊亡。那军中现在是什么情况？3月前，蛮族30万大军突袭西边的云际关，守关将士全军覆没。我们现在只有不足5万残兵。那粮草辎重还剩多少？剩下的粮草撑不到3天，箭矢也快耗尽了。我没听错吧？这怎么打呀？既然阿母说你是山河设计图选中的圣物使者，能救大渊于水火，那我不管你之前说的话是真是假，只问你一句：2月后，30万蛮族大军压境，你能不能带我们守住芈月关？你能不能为这些将士们，为大渊争出一条活路？不是我不想救，是我也没这个本事啊。5万打30万，玩笑也不能这么开啊！可是您是天选之人，大渊的一线生机就在你身上。我不确定能不能做到。但大渊是爷爷的执念，所以我愿意试一下。我只是说试一下，可没保证一定成功啊。我只能尽我最大的力量来救大渊。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尽力而为即可。请。
2月后蛮族总攻，我军粮草撑不过3日，箭矢不足10万支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我暂时想不到好的计谋，但或许我回到现代后可以找到办法。可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去。我对来到大渊这件事儿也是一头雾水。万物必有因，万事皆有果。天选之人，你是如何来到大渊的？我也不清楚。您回忆一下，有没有什么异常的地方？我当时就看到这画在燃烧，想着爷爷很重视它，不能让它毁了。扑向画的时候就被吸了进去。是精神契约。山河图认主，需持有者抱有守护之心。再试一次。什么？你不是要回去想办法吗？坚定这个信念，在心中想着，你要回去找到办法救大渊，让山河图重新打开时空之门。那我试试吧。又来！消失了，居然真的凭空消失了！祭司说的是真的，他真是圣物选中的使者。不是梦，居然真的不是梦。但是如果你带不来转机，那等到大渊灭亡，山河社稷图会自毁，被圣物选中的你也会跟着一起死。爷爷还在医院昏迷，我一定要等爷爷清醒了，亲口告诉他大渊存在的事实。所以，大渊绝对不能亡。可是，我一个人要怎么拯救一个朝代？有办法了，先把现代的物资运过去。我这么有钱，还养不起他们几万张嘴吗？5万个人，3天没吃饭，一个人1天1斤米，3天就是15万斤。先下单2000袋大米，再来500吨蔬菜，200吨肉，2000万。够买辆跑车了，但5万条性命值。喂，您好，先生您好，您刚才下的订单是不是多按了个0啊？没有按错，货到了以后全部送到城郊3号仓库，我亲自验收。可是这个量实在是多了点儿，您要不再核对一下？不用核对，我要捐给救济站，5万个人等着救命，钱不是问题，送货速度越快越好。好嘞，您真是个大善人，我们保证3天内给您送到。等等，3天？不行，大渊那边可等不了。这个要，这个也要。发生什么了？末世要来了吗？先生，先生，您这是做什么？刷卡，这些我全要了，再叫你们仓库调货，有多少我要多少。好嘞，我这就去调货。这么多东西，我怎么带过去呢？有了！成了。老天爷啊，差点摔死我！你身后这些
是什么？是我带给你们的粮食。真的是大米，我已经很久没见过大米了。将军，是甜的，比我们的军粮好吃多了。你们的军粮，这是我身上最后一块军粮了。这能吃吗？这叫军粮，怎么硬得跟石头一样？你们平时就吃这种东西供给？这块军粮已经算是稀缺的食物了，将士们没得吃，只能吃这个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这些事儿。我明白，之前是我误会你了，对不起。多谢你给将士们带来这些粮食。别这么说，要是谁拿着我们国家的开国圣物说是自己的传家宝，我肯定也会生气的。换谁都会误会。他刚才好像笑了，真好看。我叫花渊，渊飞至天的渊。那我叫你花将军吧，花将军，我叫白羽。阿和，你派人把这些粮食分下去，家中有老人幼童的，多分一些。将军，那你呢？先紧着将士们。可是你已经3天没进食了，再这样下去身子会垮的。什么？3天没吃饭，任谁来了都遭不住啊！你阿和，我是主将，饿几顿死不了。但将士们要是饿垮了，谁来守着芈月关？谁来护着关内的百姓？是将军。这一刻我才意识到，他们不是什么 NPC， 而是会疼、会饿、会流泪的活生生的人。管他什么天定不天定，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去死，哪怕是为了一直对大渊抱有深重执念的爷爷。对了，爷爷念了一辈子大渊的九州鼎，我现在不就在大渊吗？刚好趁机找人问问。还有谁能比大渊人更了解九州鼎的下落？花将军，您知道九州鼎的下落吗？这里不方便说，你同我进帐吧。你问这个做什么？九州鼎和山河设计图一样，乃大渊开国圣器。你是从哪儿知道的？我之前提到过，我来自3000年后的世界。我爷爷，他是研究大渊的史学家。他一辈子最大的愿望，就是找到九州鼎，证明大渊真实存在。爷爷，这本书上的字怎么这么奇怪？和老师上课教的一点都不像。这是女书，大渊女子的专用文字。史学界都说大渊国不存在，可爷爷不信。爷爷，您别讲了，我给您倒水喝。小雨，爷爷这次最大的愿望，就是找到九州鼎。九州鼎是什么？九州鼎是大渊国的象征，只要找到它，就能证明大渊在历史上是真正存在过的。什么鼎啊？能比您的身体重要吗？你不懂，爷爷研究了40年，被人说了40年的疯子。但是如果我们能证实大渊国的存在，那将是一个颠覆历史的发现。证明大渊真实存在，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3000年后，在我们国家历史上并没有大幽这个朝代的记载。你撒谎，少了会连个名字都留不下。我也不清楚。你怎么会受这么严重的伤？这是在一次战场上留下的。蛮族将领趁乱偷袭，刀尖快触及胸口，一个将士用命挡在我身前，将我救下。你别太难过。怎么会不难过？那个将士叫阿雀，他当着我的面死了，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，我才知道他的心愿。他说他幼时和他的家人在边关失散了，让我一定要收复边关，替他找到家人。我该说些什么安慰他？可不论说什么，好像都很无力。我答应他的事，没有做到吗？会实现的。你答应阿雀的事情一定可以实现，大渊不会消失。
我爷爷找了大渊40年，我替他找到了。你们就是大渊存在的最好证明。好，九州鼎的事，我告诉你，但你记住，今日这番话绝不可外传半字。九州鼎是大渊的传国重器，以女书文字记载女子军功与纪年。原来爷爷说的关于九州鼎的事，全部是真的。他就在女帝朝堂正中央的九龙台阶之下，每日群臣跪拜时，正对鼎身。那我岂不是可以与女帝商讨接鼎之事？九州鼎不会轻易被人得到，除非女帝亲允，否则任何人一旦靠近鼎身10步内，都会被禁军格杀勿滥。10步，连看一眼都不行吗？你想找到九州鼎，去证明大渊真实存在，对吗？对。 2月后，若你能让大渊在蛮族之战中获胜，我就亲自带你去面圣，向陛下禀报取鼎之事。你说的是真的？只要你能救下闽州关5万将士，让大渊转危为安，我花渊言出必行。那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太好了，又有一座城池被收复了。怎么会这样？ 图上怎么又烧了2块？燕归城和永安都失守了。我回现代世界想办法。爷爷，大渊真的存在，我亲眼看见了。九州鼎的事情也是真的，您撑住，等我带回九州鼎，我会向所有人证明您是对的。 白先生，您要的那2000袋大米、500吨蔬菜、200吨肉都已经备齐了。这么快？知道您是捐给救济站救命的，我连夜调了3个仓库的库存，明天就能送过去。谢谢。谢啥？我干了20年批发，头一回见您这样的大善人。您后面有需要还找我。喂，李经理吗？我要一批抗炎药，还有军用级别的强光手电筒，越多越好，钱不是问题，今天就要，越快越好。 希望能赶得上。圣使大人又带东西来了！大家安静一下，这次我不仅带了能治伤的药，还带了一个叫手电的东西。手电是什么？ 有了这么亮的光，往后蛮族夜袭的时候，肯定无处遁形。圣使大人为伍！圣使大人为伍！不够，光这些物资还不够。5万个将士，这些东西还能撑多久呢？白羽，你跟我来。 你带来的粮食已经支撑将士们吃了4天，但人数太多，这些食物远远不够。边关的城池依然在失守。怎么会这样？西边的铜崖关3天前已经被破了，南边的凌渊关濒临失守，东边的界石关大半都没了消息。大渊边疆10城，大半都已沦陷。可我们明明已经很努力了。 努力并不一定有用，你带来的粮食对如今的局势来说，只能算是杯水车薪。白羽，以我们目前的力量来看，实在是难以拯救大元。那就多救1城是1城，能救1人是1人。不过这一次，不能光靠搬运物资了，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。我带来的粮食总有吃完的一天，我要教你们怎么自己种出粮食，守住家园，让大渊靠自己站起来。 现代农业技术、耕地机、灌溉设备。喂，您好，我要所有关于农业的书，还有小型耕地机、播种机，今天就要。钱不是问题，速度要快。圣使大人，这是什么法器吗？不是法器，是能让荒地翻新的农业机器。圣使大人在驱动地龙。不是地龙。 是耕地机，你们过来，我教你们用。
太神奇了，这东西比石头牛还好使。多谢圣使大人赐物。他在教大渊的百姓如何靠自己活下去。多谢圣使大人赐我们沃土，这是我们奉给您的谢礼。这对我来说，是比黄金还贵重的心意。黄金，黄金在如今的明月关可换不来粮食。商路断绝3年，物资运不进明月关，就算是有钱，也换不来一口粮食。你们这里有没有旧铜器、酒樽之类的东西？有，但你要这些做什么？这些东西在这里换不来粮食，但在我那里能卖大价钱，我能用它们换10倍、100倍的粮食过来。阿和，回去后你带他去仓库，把他说的那些东西都拿给他。是，将军。种子发芽要半月，粮食成熟要更久。蛮族不会给我们这么多时间。将军，城防队在西城墙外抓到一个蛮族探子，人已经被押到主帐了。可从探子身上得到什么消息？我们从他身上搜到军情急报，蛮族前锋将趁今夜袭击我们。什么？他们要在今晚偷袭？走，去主帐。呸！你们大渊都无人了吗？竟让女子守城！你们这些女人，就该乖乖待在家里，拿什么刀剑？不如让我教教你们怎么当女人。怎么，想听我怎么好好讲？蛮族前锋将趁今夜发动袭击。侦察兵来报，他们的骑兵已在30里外扎营。将军，他们袭击如此突然，我们还没做好准备，这怎么打？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正是应对之策。蛮族夜袭全靠骑兵冲阵，所以阻碍马匹冲锋是最快能解决问题的。有了，燃烧瓶。我有办法，我们可以用燃烧瓶来让马收惊。燃烧瓶是什么？一种可以燃烧的投掷型武器。你是说用火攻？对，火光和浓烟会让战马收惊失控，到时候再用上我带来的手电筒，保证让敌人们阵型大乱，无所遁形。蛮族的战马没受过火焰训练，可以一试。但现在的问题是，我们没有制作的材料。这事儿交给我，我能把这些东西带过来。那便麻烦你了。阿和，你召集人去营中的空地上，为制作燃烧瓶做准备。是，将军。快，所有人过来帮忙！我们该怎么做？只用在扔出去之前点火，就像这样，燃烧瓶落地就会立刻燃烧。简直是神乎其技啊！圣使大人，这东西真能够压制敌军吗？目前还不确定它在战场上的效果如何，但只要让他们的战马受惊，骑兵阵型一乱，我们的弓箭手就可以在战场后方对付他们。2000个燃烧病，够吗？绰绰有余。将军，圣使大人，西城墙有变，安门不知何时被人打开了。什么？谁开的门？将军小心！将军，一共3人，把他们带下去，好好审问。
是。终于赶上了，现在情况如何？幸好守卫发现的及时，蛮族外应还不知道这个暗门，否则我们现在恐怕真已经在城下迎敌了。阿和，命将士把暗门堵上，用巨石垒死。是，将军。先回去，今夜还有场硬仗要打。子时到了。他们来了。所有人，等我的指令。全军听令，开手电，开！该死！这是哪里来的光？夜里怎么会这么刺眼的光？难道他们把天上的太阳抓下来了？药法，这绝对是药法！太好了，有了神光，城墙下面亮如天亮。那些蛮人还往哪藏？燃烧瓶，让！弓箭手放箭，大渊将士随我出！帅爆了，他简直是超人！将军，大获全胜，我们还缴获了上千匹战马。你没受伤吧？你带来的燃烧瓶和手电很好用，此次大捷，功劳在你。你也很厉害。咱们别在这儿客气了，先回营帐。你是说祸从天降？是啊，大汗，这一定是大渊的女人用了妖法，那罐子落地即燃，到处是火，战马全受惊了，所以弟兄们才会全军覆没。10000骑兵全军覆没！你们是干什么吃的？一群没用的东西！大汗息怒，这火来的蹊跷，不如先派人去查探一番。去，老子亲自去看看那狗屁药法！这里面装的是什么？来人，把这些陶片收集起来，交给工匠，好好查查这上面到底是耍了什么伎俩。圣使大人，多谢您救了莽州官。大家言重了，这次的获胜我只占了一部分，主要还得靠花将军和大家。您就不要再推脱了，大渊有将军和您，是我们的福气。山河图此次择主，真是我大渊之幸啊！圣使大人，还有一件事，咱们种的粮食抽芽了。真的？这么快？是的，不过我们现在遇到了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城中能干活的人太少了。大部分人都要去军中布防，腾不出手给田地浇水。这么多地，靠几十个老弱妇孺根本浇不过来。这确实得想办法解决。古代是怎么解决浇水问题来着？对了，水车，我们可以造水车，引河水灌田，不用人力，靠水流自己带动。这也是你们那个世界创造出来的东西吗？
那造水车需要什么？暂时不知道，我现在就回去找。水车，古代水车的制造图纸。不行，这齿轮结构太复杂了。大渊的铁匠能打出来吗？有了，先用木齿轮。木头虽然不耐用，但先顶一阵再说。灌溉的问题总算解决了，等水车做出来，既省时又省力。趁现在还有时间，去医院看看爷爷，顺便告诉他大渊最近的情况。爷爷，大渊这几天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，您知道吗？负责这场战役的女将军叫花渊。我第一次见到像她那么厉害的人。大渊正在变得越来越好，爷爷，您一定要坚持住，一定要等到我把九州鼎带回来的那天。这齿轮太细了，我打了一辈子的木头，没见过这么密的齿，恐怕弄不出来。那把齿间距放大试试，齿少一半，但间距大，转起来可能会有点慢，但能转就行。我可以试试看。这是成功了吗？看样子是的，但具体行不行还得实践一下才知道。放水！水真的往田里流了，庄稼能及时喝上水了，咱们来年肯定大丰收。花将军，看，我们成功了。这一切都多亏有你。真好看。什么？没什么，我说水车真好看。报，蛮族首领拓跋烈的亲卫率1万骑兵，居关30里。果然，上次一战后，蛮族前锋全军覆没，他们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他们上次吃了燃烧瓶的亏，这次有防备了。骑兵间距明显拉大，战马也披了皮甲，不对，有些甚至换了铁甲。圣使大人，那我们这次还能用燃烧瓶退敌吗？蛮族的营帐扎在射程外，燃烧瓶扔不到那么远。拓跋烈不蠢，他吃过一次亏，就不会吃第二次。燃烧瓶够不着，弓箭穿不透铁甲，那我们该怎么办？骑兵，还有什么能克制骑兵？对了，壕沟和绊马索，上一招不灵，那我们就换一招。神圣使大人，您还有什么办法？挖沟。我们可以在城墙前面挖一道深沟，沟底插满削尖的木头。钢丝绳、滑轮组又是什么？一种设置机关的工具，交给我来办。这些我全要了。小伙子，您买这么多钢和绳做什么？剧组派古装戏要吊威马。在这儿，离城墙100步的地方挖一道壕沟，宽1丈，深8尺。表层附图演示，可瞒敌方骑兵耳目。对，就是这个理。骑兵冲过来，马蹄踏过薄土，直接掉进沟里。在城墙根这里装滑轮组，钢丝绳从城头拉到桥下，设置绊马索。等他们战马冲来，立马落手。阿和，去调兵，照他方才说的去做。是时候对敌军来一场降维打击了。立马落绳，马一旦被绊倒，阵型自乱。将军，他们怎么没动静？这是在准备试探。弓箭手准备。将军圣使，壕沟真的有用。放箭！成了！再等等，真正的大军还未上前。给我冲！踏平明月关！
这一刻，放钢丝绳！地上怎么又有陷阱？该死，大意了！撤！都给我撤！哼，想逃没门！将士们，跟我冲！你们给我等着！将军，我们此次收获战马3000匹，铁甲1000副，还缴获了他们的狼头旗。大汗饶命！大汗饶命！废物，都是一群废物！大汗，杀他无益，这一仗恐怕还真不是他的错。那是谁的错？大汗，这些可能不是花渊的计谋。哦，说来听听。据我们的探子来报，大渊军营近日突然冒出来一个男人。男人？据说是什么救世之人。我们此次战役如此艰难，就是那个人搞的鬼。查！给老子查清楚他的底细！大汗，我派探子扮作流民，混入明月关，这几天已经查清了。哼，说来听听。那男人名叫白羽，是凭空出现的，但据说他手里有大渊的圣物山河设计图，如今还被大渊人称为圣物使者。哼，圣使，神棍还差不多。大汗，不管这个圣使是真是假，让大渊的将士们信他，那就说明他确实有点本事。你说的对，既然他成了咱们路上的一个绊脚石，那不管真假，都得被清除掉。送去王城，给咱们的老朋友捎个话。老子倒要看看一个神棍而已，到底能救大渊几次？大汗，王城里的那位靠得住吗？哼，他可比你我更想让明月关失神。圣使大人，咱们这2场仗多亏了您的妙计，我敬您一杯。不行不行，我真喝不下了。你们就饶过他吧，明天他可还有事要干呢。白羽，明日一早你随我去检查城防。好。你的剑借我用一下。圣使大人，您这是做什么？这墙挡不住蛮族的进攻。你说的对，上次蛮族的投石车砸过之后，这墙就已经不太牢固了。圣使大人，这墙已经修过2次了，蛮族来一回，他一回。如果蛮族再来一次，这墙非他不可。可我们能怎么办呢？这个墙只能修成这样。砌墙用的是什么土？就是普通的黄泥，掺了点石灰。这样砌出来看着结实，实际一砸就散。我知道，可明月关只有这些材料，能用的都用上了。那如果用水泥呢？水泥？对，我们可以用水泥代替黄泥。水泥也是一种建筑材料，比黄泥结实10倍，干了之后跟石头一样硬。圣使大人，我没听错吧？您是说这种泥巴干了之后跟石头一样结实吗？
这又是你那个世界的东西。对，制作水泥的原料是石灰石和粘土，大渊应该有。我现在回现代查查具体的配方。水泥的烧制方法：石灰石和粘土比例，高温煅烧。这温度，大渊的窑能达到吗？土窑也能烧，就是升温慢，先试试再说。你说的石灰和粘土，我已经让人备好了，窑也腾出来了。那正好，我这边东西也都带过来了，我们现在就可以烧制水泥。这比例：石灰13，粘土1，混在一起磨成粉，入窑烧。对，烧到石头变软，出来再磨成细粉，加水调和，干了就是水泥。可真神奇啊！石头居然还会变软。来，让我们也为大渊的城墙堤防献上一份力。将军，水泥烧好了。不行，太脆了。是不是比例不对？应该是石灰少了。老将，把石灰和粘比例调成4:1，再试试。是。还是不对，硬倒是硬了，但表面全是裂纹。到底什么地方出问题了？烧成水泥不用急于一时，蛮族这段时间想必不会生事。我再琢磨琢磨。不对，还是不对。先吃饭吧。石灰石和粘土的比例没问题，那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？米？米怎么了？我知道了，是米。粘土的粘性不够，得加点东西增加粘性。可这跟米有什么关系？我们那里从前修墙，就是在石灰里加糯米浆，干了以后比石头还硬。那你米浆加进去，试试看效果如何？嗯。这一次一定要成功。这就是你说的石灰？对，终于烧制成功了。你用你的剑试试看。成了！太好了，城池终于又加了一层保障。我这就吩咐阿和明天派将士们砌墙。像这样，先铺一层水泥，再垒石头，再抹一层水泥。大家看明白了吗？一层水泥，一层石头，晒干了之后，整面墙就是一体的。这东西黏糊糊的，真能比黄泥结实？试试就知道了。重修城墙。这新修的城墙比原来高多了。是啊，看上真气派。可以试了。投石车准备。我们有救了！绵月关有救了！生时保佑大渊！白羽。谢谢你愿意来到大渊。哪来的焦味？失火了！你也闻到了，火是从东边来的。东边，不好，我们今天刚砌好的水泥墙。
灭火！不能浇水，用沙土。幸好没太大损伤。你看这里，火油是从城墙内侧泼过来的，地上的泼洒痕迹一直延伸到城内。是我们自己人干的。封锁军营，所有人只要今夜离开过营帐的，全部接受盘查。是。今夜东城墙被人泼了火油，是谁干的？自己站出来！不站出来的话，等到查出来，就从严从重处置。将军，我半夜起来上茅房，曾看到一个黑影往营庄外面跑，看清是谁了吗？天太黑，没看清脸，但我追了几步，在地上捡到了这个，是个香囊。将军，这是迎宾孙小苗的东西，立刻派人去找。将军，我们在河边发现了孙小苗，走。孙小毛，站住！将军饶命！你跑什么？我不是故意的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将军饶命！居然是你！东城墙的火是你放的？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认识他？白天砌城墙时，我记得他很用心，也很卖力。那就奇怪了，既然你也想为守卫城池出力，那为什么又要火烧城墙？将军，我是被逼的，蛮族抓了我妹妹，他们用我妹妹要挟我。把他带回营帐审问，说吧，每一处细节都不许漏掉。今天傍晚，我在林边巡逻，一支箭突然射到我身后的树干上。箭尖上挂着一只铃铛，还有一张字条。这只铃铛是我妹妹的，她才11岁，我绝不会认错。放火烧城墙，否则就给你妹妹收尸。所以你就在东城墙泼了火油？我不敢声张，我怕他们杀了我妹妹，我都是被逼的。你妹妹的性命重要，那大家的性命难道就不重要了吗？幸好城墙没出什么问题，要是万一出了什么事，你万死都难辞其咎。我也不想的，将军。破完之后我就害怕了，所以才会逃走。将军，我那支箭呢？还在吗？箭在这儿，我没敢扔。这似乎是一个印记，你有什么头绪吗？这是皇城内造局独有的印记。阿和，你把他带下去。是，将军。皇城，你的意思是说朝廷中有蛮族的奸细？不仅如此，这个人恐怕还身居高位。也就是说，一般地位的官还拿不到内造局的剑。对，这个内奸的地位，恐怕比我们想象的要高得多。原来如此，我就说怎么会有一个朝代，在历史上连一点痕迹都不留。看来大渊彻底消失的原因，不仅是因为蛮族，还有自己人在背后捅刀。内造族的剑，每一支都有编号，而这支剑的印记，乃是御用批次。所以，下令火烧城墙的，是宫里的人。能调动御用剑齿的人，整个大渊不超过5个。那怎么办？宫里的人我们现在恐怕动不了啊。大渊如今内忧外患，既然动不了，那就暂时不动，先守住迷章关再说。你的意思是暂时折佛？对，等蛮族之战大胜，我带你进王城，到时候谁是人，谁是鬼，自然能见分晓。花将军，我发现我之前犯了一个错误。什么错误？我不该在时间紧迫时还想着教你们自食其力，我应该用最快的速度先帮你们把军队武装起来。人只有先立起来，才有资格说未来。你准备怎么做？粮食、武器
防护用具，这些东西在我那个世界多的是。我要让大渊的将士穿着最好的战甲，拿着不惧蛮族武器，打赢这一仗。距离蛮族之战只剩1月，我们还来得及。一定来得及。你在大渊等着我。白羽，怎么了？在自己的世界也要多加小心。你是我们所有人的希望。放心。他刚才是在关心我。先筹备物资，钢盔、弩机这些都要。喂，亲戚？什么亲戚？我和爷爷生活了这么长时间，从没听爷爷说过有什么亲戚。这人是打哪儿冒出来的？你是谁？你就是小雨吧？我叫白强，按辈分你该称呼我为二叔。可我从没听说过你。你不认识我很正常，毕竟你爸出事的时候你才3岁。你知道我爸？当然，我还知道你父母当年是车祸而死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知道你还对我抱有警惕，你可以先看看这个。这是20年前的全家福。我这次来是想告诉你，你父母的那场车祸不是意外，他们的刹车被人动过手脚。你查到了是谁？没有，你爷爷查了20多年，一直没找到动手的人。从那以后，他就疑神疑鬼的，生怕有人害了哥哥最后的血脉，也就是你。他跟所有人都断了联系，就连我这个亲儿子也信不过。你凭什么让我相信你？这是你爷爷20年写给我的信。阿强，不要来找我们，小雨的安全最重要。那个人还没被我找到，等我查清楚，自会联系你。所以你现在过来是想干什么？趁着爷爷倒下，所以跑来认亲，还是说你想抢白家的东西？我如果想抢，不会等到今天。我就是想在老爷子床前尽尽孝，他毕竟是我爹。虽然你说的话没什么破绽，但爷爷20多年来从没让我们见过，肯定有他自己的考虑在。我选择站在爷爷这边。我选择站在爷爷这边。小雨，我知道你现在信不过我，没关系，那我就先离开，你好好照顾我爸。这个所谓的二叔，爸妈20年前的车祸，隐藏在暗地里的真相。爷爷一昏迷，什么牛鬼蛇神都冒了出来。爷爷，我到底该怎么办？爷爷平时最重要的东西都会放在书房，书房里会有车祸的线索吗？你父母的那场车祸不是意外，他们的刹车被人动过手脚。你爷爷查了20多年，一直没找到动手的人。别动！你是谁？少废话，跟我走。我们无冤无仇，你突然挟持我，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？你小子还算聪明。说，你们家的钱一般都放在哪儿？我不知道，家里的钱都是我爷爷在管。少在我面前装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见鬼了！
那么大个活人跑哪儿去了？你这次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脸色这么差，是发生什么事了？有人要劫持我。你看清那个人长什么样子了吗？不知道，他戴着口罩，看不清脸。那你被伤到了吗？没有。拿着，用它防身。可我不会用匕首。起来，我教你2招。有人从后面勒住你，你就像这样反手格挡，刀尖朝外。够了，真遇到危险，这2招够你脱身。谢谢。你先回自己的世界吧，我在这里等你。那个黑衣人消失了。劫持我的人，跟当年害爸妈的人，一定有关联。爷爷肯定留了线索的，可东西在哪儿呢？这是爷爷的笔记本。爷爷怎么会知道大渊王城的地图？算了，现在的当务之急还是要先把花园的军队武装起来，其他的一步一步来。防爆衣、钢盔、护膝、3轮车、电动滑板车，这些都能在大渊派上用场。圣使大人又带新的东西来了。来，试试这个。这是什么衣服？摸着不像铁，也不像皮。这叫防爆衣，刀砍不动，箭也射不穿，比这个盔甲还结实。这个防爆衣居然这么厉害吗？哼，不信你试试。这也太结实了！还有这个叫钢盔，戴上试试。有了这个，我们就可以刀枪不入了！来了！这个叫3轮车，旁边这个叫电动滑板车。这2辆车用来运粮草伤员，省时省力。谁想试试看？圣使大人将军，我来试试看。这铁家伙可太省劲儿了！我还带了探照灯，等到了晚上把它装上。如果蛮族趁夜袭击，我们可以看得一清二楚。圣使大人太厉害了！他们现在是走了，但后面绝不会善罢甘休。这光能照多远？几里地没问题。太好了，有了这个，夜袭就不怕了。下次我再带些别的过来。无人机和夜视仪都有监测勘探作用，只要能用上的，我都想办法弄来。你那个世界的东西源源不断吗？在我的世界，只要有钱，大部分都买得到。我们可以继续储备物资，武装军队，粮食、药品、武器，一样一样来。你那个世界的事解决的怎么样了？还没查清楚，但直觉告诉我，上次劫持我的人一定还会有所行动。有时间我可以多教你几招。好，多谢华将军。回去休息吧，明天还要操练军队。
将军，蛮族大营来了一个神秘人，从王城方向来，与拓跋烈密谈了整整1夜。这个人的身份查到了吗？我们无法靠近，那人从头到脚裹着黑袍，连脸都看不见。你退下吧。从王城方向来的，那会不会是朝中那个内奸？有可能，而且敢跟蛮族勾结的，恐怕不是普通人。难道是皇室自己人？还不能妄下定论。但女帝确实有1子1女，公主在朝中的名声比皇子要好。那如果皇子想篡位，唯一的办法就是借蛮族的刀。这件事我们绝不能声张，否则打草惊蛇。那该怎么办？我们派京中的人暗中查访，一有消息立刻上报魔月关。好，军中药品龟缺，我先回现代买一些带过来。爷爷，我在查20年前父母车祸的事儿。您要是能听见，就动动手指告诉我。我就知道，您一定有意识。您迟早会醒过来的。爷爷，那个白墙是不是跟我爸妈20年前的车祸有关系？您先别急，慢慢养病。这段时间我来查这件事儿。白先生，我已经查到白墙20年前的行踪了。把资料发到我邮箱，越详细越好。比先前重了些。对，这样防护力更好。你之前说到，你爷爷一直在研究大渊。对，因为这件事儿，他一个人查了40年。他想证明大渊是真实存在的，因此他被人当了一辈子疯子。所以你替他来证明？不只是证明，大渊的百姓和将士们是活生生的人，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消失。多谢。将军，这次蛮族又集结了2万骑兵，他们给战马披上了铁甲，骑兵间距又拉大了。他们学聪明了。战马口鼻裹了湿布，燃烧瓶的烟菌效果会大打折扣。那怎么办？我想想办法，等我。这些是催泪瓦斯和烟雾弹，我们的世界用来防爆的。这怎么用？就像这样，蛮族的战马肯定受不了这个，马比人敏感，瓦斯一呛，马就惊了，阵型自己变乱。将军，圣使大人，这真是个好东西。用湿毛巾捂住口鼻，能缓解。多谢。
等蛮族冲锋时，先扔烟雾弹打乱阵型，再扔催泪气杀，让战马失控。马一乱，阵就乱。阿和，在，你带头支小队，连夜训练，每个人都要熟练。是。这个也能用上，放噪音扰乱敌军。你们那个世界，打仗不用刀枪吗？用，但我们用的少，我们用的更多的是导弹、战斗机之类的。导弹、战斗机又是什么？也是一种作战工具。圣使大人，将军，这催泪弹和烟雾弹能行吗？怎么，没有信心吗？我只是有些担心。我们要相信他。所有人，等我指令！我看不见了，这是什么鬼东西？是妖法！大渊女人会是妖法！继续扔！圣使大人，这东西太厉害了，比上次的燃烧瓶还管用。接着扔，不要停！这又是什么东西？不许退！督战队上前，谁退斩谁！时机到了，大渊将士，随我冲！我去亲自会会拓跋烈。花将军，小心，那毕竟是蛮族首领。放心。圣使大人，将军不会出事吧？他对我说过，他从来没有输过。我也觉得他不会输。拓跋烈，出来受死！华渊，今日本王定要斩你首级，血洗明月关！废话少说，你尽管出手。躲躲闪闪，你算什么英雄好汉？连刀都握不稳，也敢来大渊叫阵？策划怎么会这么快？今日我就让你们蛮族看看，胆敢进犯我大渊之人，下场必是有来无回！将军，我们此次缴获战马3000匹，铁甲5000副。你身上有没有受伤？我没有受伤，你方才在城头已经问过一次了。我还是放心不下。我连皮肉伤都没有，你不必挂心。这是全部修复好了。老天开眼，山河设计图终于完成了。阿母，王城那边的内奸有没有新的线索？女帝至今还被蒙在鼓里，
我们目前只有一些零碎线索指向王成，内奸究竟是何人，身居何位，还没有确凿证据。那就继续查，暗中留意王成的动向，务必拿到铁证。内奸的事儿你先留意，我得先回一趟现代，看看我父母的事儿有没有新的线索。好，你多加小心。白先生，白强近期频繁出入股市，神情沮丧，像是投资打水漂了不少钱。还有别的动向吗？他还打听了您爷爷的住院情况，想进去探病，但您上次叮嘱过不要让他进，所以护士拒绝了。继续盯着他，他见了什么人，去了什么地方，全部记下来。爷爷，你醒了。小雨，你别说话，先休息。白强，白强怎么了？小心。您放心，我会查清一切。病人情况明显好转，但不稳定，需要休息，不能让他情绪激动。好的，我会注意。王成暗装传信，有官员频繁和蛮族书信往来，还泄露了边关布防图。能接触这种机密的，至少是3品以上官员。不能再等了，我亲自去王城查，我有现代的设备，比暗装管用。边关战事吃紧，你不能走，更何况你去了王城，恐怕会有生命危险。那我们该怎么获取情报呢？你把设备给暗装，让他们去查。针孔摄像头藏在玉佩和纽扣里，外表看不出异常。你那里的东西倒是精巧，还有这个东西能远程录音，怎么用？按这个按钮开始录音，再按一次停止。用这个接收器就能远程提取文件，不用靠近目标。我今日会让人将这些东西全部带入王城中，并告知他们用法。阿和，记住，让他们一旦确定那件身份，绝对不能打草惊蛇。爷爷，你终于醒了。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要不要我叫医生过来？我没事，你要当心白强。爷爷，白强和20多年前的事情到底有什么关系？就是他害了你爸妈，你一定要小心他。您放心，爷爷，我已经长大了，我一定会查清楚这些事儿。爷爷，您先休息，白强的事情交给我。小雨长大了。白强，你果然不简单。查白强20年前的财务状况，越细越好，特别是我父母出事前后的所有记录。爷爷，先吃点东西，医生说您要补充营养。小雨，白强的事你查得怎么样了？暂时还没有眉目，但我已经让侦探密切关注他了。他来过好多次，你爸妈出事前，他来家里找你爸吵架，跟你爸要钱，你爸不给，他骂得很难听，甚至还动手了。患者，您血压有点高，您先别激动。医生，我没事儿，我还有好多话要跟我孙子说。
那你们再聊10分钟。爷爷，您先别着急，我会保护好我自己，不会让他再靠近。等您能够出院了，咱们一起查明真相。窃听器录到皇子和心腹的对话，但内容不完整。蛮族动手，母皇，他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对，他说话很谨慎，用的都是暗示。这些还不够定罪，拿到女帝面前，他可以说是误传，甚至反咬我们栽赃。对，必须拿到他亲口承认谋逆的话，或者他和蛮族往来的密线才行。那我回去买更灵敏的定向录音设备。定向录音设备跟这个相比，效果会更好吗？对，定向录音设请不用放太近，隔墙连呼吸声都能录得一清二楚。这个砚台底部有示清器，放在桌上不会引人注意。这个布筒带信号发射器，500米内都能接收。这些石头可以放在院子里监听。我让阿姆以献祥瑞的名义，把这些东西送进皇子的书房和寝陵。好，内间的事先放一放，我们先稳住边关。长公主今日传信，信中透露王城那里也在盯着细作。他说女帝已经起了疑心。那我们更要掌握铁证了，毕竟没有实打实的证据，他不会轻易动自己的儿子。阿和，你注意这些东西的用法。到时候阿玛将他们献上去后，务必将这些东西亲自交给我们的人。是，将军。查到什么新情况了？白强在20年前有一笔巨额支出，金额高达50万。什么时候转出去的？转出的时间正好在您父母出事前1个月。50万在20年前那可是一笔巨款，这笔钱转到哪里去了？转到了一个瑞士的离岸账户，户主信息查不到，而且是通过地下钱庄转的，没有留下任何正规转账记录。那中间人呢？有没有查到当年帮他转钱的人？查到了，但那个中间人10年前就因为意外去世了，线索断了。还有其他发现吗？他还有一个隐秘的离岸账户，从20年前开始，每年都有不明来源的资金进账。每年都有，金额大概多少？金额不等，少则几万，多则几十万。而且，他这些年一直刻意保持低调。怎么个低调法？他名下没有任何房产和豪车，平时穿的都是几十块的衣服。也没有任何高消费记录，这太反常了。一个每年有几十万进账的人，不可能过得这么寒酸。没错，我也觉得很奇怪，他似乎在隐瞒什么重要的信息。继续查，一定要卡清那笔50万的最终去向，以及他这些年所有的联系人。明白，我会扩大调查范围，有任何新发现，第一时间通知你。好，辛苦你了，爷爷。您再想想，当年除了那本笔记本，还有没有留下别的证据？有。还有什么？
一个老式录音笔。录音笔里面录了什么？我和你二叔白强最后一次争吵，就在你爸妈出事后2天。当时发生了什么？他来家里闹要钱，我没给，还趁乱按下了录音键。你录下了他说的什么？他说了一句我这辈子都忘不掉的话。什么话？他说：“大哥挡了我的路，我没办法。”这是他亲口说的。我录了，录得很清楚。这支录音笔就放在书房暗格里。我现在就回去拿。小雨，千万要小心，不能让他知道这东西在你手里。爷爷，您放心。终于找到了。白强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大哥挡了我的路，我没办法。哼，他可是你亲哥。亲哥又怎样？你把公司都给了他，我什么都没有。我跟他借钱，他都不肯借给我。他有把我当亲弟弟吗？你个没良心的东西！是他，真的是他。爸，我一定会让他被绳之以法的。你脸色不好，出什么事了？我找到录音证据了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光有录音还不够。我需要更多物证，监控录像、银行流水。我要把他的罪证定死，让他一辈子都在狱中忏悔。你说的我不懂，但如果有我能帮到的地方，你尽管提。你这边打仗，我那边办案，谁也帮不了谁。不过还是谢谢你。安庄又传消息了，还是没拿到铁证。皇子太谨慎了，说话从来不留把柄。等我们打赢蛮族，以功臣身份进王城，当面查他，在朝堂上，他无处可躲。也只能这样了。长公主那里的进展也和我们一样，女帝已经注意到皇子的异常，但还是没有确凿证据。那就等。真相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，不管是你的世界还是我的世界。这个远程细听器比之前的设备灵敏10倍，隔几百米都能录清楚，放在院子花丛里就行。好。安庄还有其他消息？长公主正在边境巡视民情，开仓放粮，减免赋税，百姓都很爱戴她，还有人给她立了生祠。长公主就是皇子的姐姐，她是女帝最信任的人，也是皇位最有力的继承人。16岁那年就协理6部，能力远超皇子。难怪皇子坐不住了。他姐姐要是想上位，他一点机会都没有。
所以我们要盯着皇子，同时暗中保护长公主。我看也是，就怕他逼急了，到时候狗急跳墙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我已经派了一队亲兵，以护送物资的名义跟着长公主，再加派一队暗哨。那就好。我们现在只能等皇子露出更大的马脚。希望不会太久，蛮族那边也随时可能再犯。接下来皇子肯定会再联系蛮族，他等不了了。所以我们要把网撒得再大一点。下一次的证据很关键。姐姐不死，我永远没有出头之日。母皇眼里只有她，我什么都没有，凭什么？那就暗杀他。属下可以找亡命徒，趁他巡视的时候动手，绝对不会牵连您。太难，他身边有12名精锐侍卫，一旦失手，我们都得死。那就等他巡视偏僻路段的时候设伏，动手后立刻撤走，查不到您头上。再等等，等蛮族那边动手，两边一起乱，母皇顾不过来，到时候他没了，我再收拾残局。高，实在是高！闭嘴！这件事只有你知我知，走漏风声，我先杀了你！他不仅想篡位，还要杀亲姐姐，这是谋反，诛九族的大罪。长公主现在有危险，这份录音还不够定罪，她可以说是手下自作主张。我们还需要她勾结蛮族的铁证。你派去的人够不够？要不要再加派？我把王城所有暗桩都调过去保护长公主，同时继续监听皇子，密信加录音，才能万无一失。如果他真的动手，你来得及吗？必须来得及。大渊的国运就悬在这一线，我们不能输。暗桩潜入皇子府，在书房墙里的暗格中找到了他和蛮族往来的密信。写了什么？事成之后，割让云静关，燕归关，用安城3城给蛮族。什么？他这不就是卖国吗？上面还有他的私印和蛮族首领的回函。铁证终于有了，这次他赖不掉了。蛮族不会给我们时间进王城。探子来报，他们已经集结了30万大军，准备亲征。那就先打仗，打完这一仗再找他算账。这一仗我们必须赢，只有赢了才能揭发他，才能救下大渊。他们的战马都带了眼罩，口鼻裹了厚布，还披了防火披风，催泪雾气的效果至少会减半。这次是有备而来，那就多扔几轮，打到他们崩溃为止。1轮不行就2轮，2轮不行就3轮。我们有的是物资，不怕消耗。我回去拿双倍的烟雾弹和催泪瓦，再带些照明弹和闪光弹。双倍的量都在这里了，还有照明弹和闪光弹，够了吧？够了。大渊存亡，在此一战！
长公主派人送信，她在集结地方军，但最快也要3天才能赶到。3天之内没有援军。3天？我们只有不到2万人，要挡30万大军3天，撑不了也得撑。我们身后是关内数十万百姓，是整个大渊。我们退一步，他们就死无葬身之地。怕吗？怕。但我更怕大渊消失。我答应过爷爷要证明大渊存在，也答应过你要守住蜜月关。我也是。该走了，你守好城头，瓦斯不能断。等一下，怎么了？小心，别逞强。放心。传令下去，100步之内再投弹，瞄准前排云梯手，别浪费弹药。是。他们都做了防护，普通催泪瓦式效果会打折扣。我把闪光弹混在里面投，先破坏他们的视觉。好，你指挥投掷队，我守右翼城墙。投！继续冲！谁敢退半步，一斩不赦！左翼，快顶不住了，我带备用弹药过去。你多加小心。知道。将军，我军伤亡近30%，瓦斯弹剩下不到1/3了。省着用，留着等他们总攻再放。让后备队顶上城头，受伤的弟兄撤下去包扎。我再回现代调一批物资过来，最多1炷香时间。别急，蛮族比我们更急，他们远道而来，粮草撑不了几天。将军，他们有攻城锤。让所有人做好准备，今晚他们必定会猛攻城门。看来今夜是场硬仗。据时准备，放！等他们再靠近点，我把闪光弹溜到工程锤旁边，晃瞎他们的眼睛。好，我数3兽，你就投。1、2、3。扔火油，烧了工程锤！废物，都是废物！天亮之前必须攻破闽越关！开城门，骑兵队随我出战！哈哈哈哈哈！华元，你竟敢出城迎战，真是自寻死路！哼哼，想跑，给我追！投弹！
我们赢了，30万蛮族就这样被我们打垮了。赢了，绵月关守住了，大渊守住了。将军，我们赢了！敌军只有几千残兵往北逃了，我们缴获的粮草、兵器、马匹多得数不清。郑国大将军威武！大渊万岁！此战之功不在我一人，是每一位死守城头的弟兄，是每一位冲锋陷阵的骑兵，是圣物使者往返2界送来的物资，才换来了这场胜利。所有人都是大渊的英雄。从这一刻起，大渊的北境终于能迎来真正的安宁。长公主来了，你们在前线浴血拼杀，辛苦了，我替大渊百姓谢谢你们。公主言重，这是末将的本分。你就是那个天选之人，带着神器救了大渊。见过长公主。果然名不虚传。我只是尽力而为，但求问心无愧。这个人有点意思。殿下，他是大渊的恩人。是啊，我听将士们说了，没有他，绵月关早就破了。您言重了，拯救大渊也是我的心愿。但还是多谢你。接下来的事，我们进厂里说。明人不说暗话，我早就怀疑皇帝和蛮族勾结，只是苦无证据。你们查到了什么？我们派人带回了录音和密信，您看看这些够不够？录音是什么？您一听便知。我没想到这畜生居然要把大渊城池卖了来换皇位。殿下，那您打算怎么办？你们2人随我回王城，面见母皇，当面对质。那我们今日出发。对，为避免夜长梦多，我们一刻也不能等。可需要调兵，我们这边可以拨出人手。我已经布控好了，禁军和皇城守卫都有我的，只要母皇一声令下，我这个好弟弟插翅难逃。我们一定会赢，大渊可以彻底迎来新生。你提供的这些证据，我等了3年。3年来，我无数次想动手，都因为没有证据而放弃。公主3年前就开始怀疑他了。他是我弟弟，我比任何人都了解他。他7岁藏太傅官印，10岁让太监替他顶罪。母皇总说他还小，可有些人的坏是骨子里的。那您一直没找到证据？皇室的事牵一发而动全身，没有铁证贸然出手，只会打草惊蛇。公主打算如何处置他？自有国法处置。他犯的是谋反大罪，谁也救不了他。就算母皇想保，满朝文武也不会答应。公主，前面就要进城了，要不要先派人通报？不用。直接进攻，打他个措手不及。这些都是真的，你们可知道欺君之罪的后果？母皇，皇帝勾结外敌，意图弑母篡位，罪行滔天。儿臣若有半句虚言，甘受千刀万剐。朕真是没想到啊！传朕旨意，秘密逮捕皇子，交由宗正司审讯。走漏风声者，与皇子同罪。是，儿臣领旨。你们干什么？我是
是皇子，谁敢动我？你们的脑袋不想要了吗？我们是奉旨捉拿，老实点。母皇，儿臣没有谋反。好你个华渊，你竟敢构陷皇子！等我出来扒了你的皮！朕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母皇，儿臣冤枉，儿臣冤枉，是他们诬陷我。那个天选之人来路不明，他们肯定都串通好了。这封盖着你私印的密信，总不会是假的吧？要不要叫宗正寺来鉴定笔迹？你就这么恨你姐姐，恨到要把祖宗江山送给蛮族？凭什么他能称帝，我不行？母皇，您偏心，从小到大，你眼里都只有他。那是因为你走错了路，勾结外敌，卖国求荣，你怎么对得起大渊的将士和百姓？女帝，老臣请旨严惩皇子，以正国法，将皇子废为庶人，终生幽禁皇陵，永世不得出。拖下去，朕不想再看到他。母皇，我错了，皇姐，都怪你！要不是你和我争抢地位，我就是大渊下一个王。传朕旨意，镇国将军花渊镇守弥月关数月，屡破蛮族大军，护大渊疆土不失，功在社稷。今册封花渊为镇国大将军，总领北境3军，赐金印虎符。遵旨。圣物使者白羽持开国圣器山河社稷图而来，往来2界输送物资，助我大渊击退30万蛮族大军，解亡国之危。今赐白羽圣物使者金令，持此令可自由出入王城与皇宫，见令如见朕。遵旨。镇国大将军花渊、圣物使者白羽上前接旨领赏。臣花渊领旨谢恩，谢陛下隆恩。臣定当死守北境，不负陛下所托，不负大渊百姓。臣白羽领旨谢恩，谢陛下隆恩。臣必尽己所能，护大渊安宁。平身，谢陛下。镇国大将军功高盖世，圣物使者大恩大德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圣物使者，你可还有什么心愿？朕能办到的，一定答应了。臣想瞻仰九州鼎，并请陛下允臣复刻一座，带回我世界。臣的爷爷研究大渊40年，被人叫了40年的疯子，这是他一生的心愿。准。朕还会赐你一道亲笔圣旨，作为大渊存在的凭证。谢陛下，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这就是九州鼎，大渊国运所系。当年开国女帝集齐九州青铜铸成此鼎，鼎身刻满女书铭文，记载着大渊的开国功业，为的就是让后人永远记住大渊基业得来不易。不愧是九州鼎，果然气派。爷爷，我找到九州鼎了，您的愿望，我终于替您实现了。这是我长公主府的令牌，日后你在大渊遇到任何麻烦，凭此令牌找我，见令牌如见我本人。多谢公主。你是大渊的恩人，大渊会记住你。您言重了，日后若有需要我白羽的地方，尽管开口。我便先走了。王城内这几天动荡未平，我还有事处理。镇国大将军，圣物使者，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。
长公主殿下。白羽，你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？我一直很好奇。很热闹，车水马龙，还有高楼大厦，晚上灯火通明，像白天一样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很想带你去看看。边关暂时离不开我，以后再说吧。我懂，等你忙完了，随时叫我。希望你在自己的世界也能平安无事。爷爷，这就是大渊的九州鼎，这是女帝亲自允准的复刻品，上面的女书文字和真鼎一模一样。我就知道，大渊是真的。您操心点看，这上面刻的是开国女帝的立国训诫，还有大渊九州的疆域地动图。您研究了40年的女书文字，全都刻在这尊鼎上。好啊！整整40年，没人信我，所有人都叫我疯子。您从来都不是疯子。等我们把这尊鼎公之于众，全世界的史学界都会承认大渊王朝真实存在过。您40年的坚持，没有半分白费。小雨，要是你爸妈还在，看到这一幕该多高兴啊！爸妈在天有灵，一定能看到。他们也会为您骄傲。小雨，你父母的事儿不能再拖了。好，我立刻整理全部相关材料。之前送去专业机构修复的当时视频文件，应该已经复原完成。等所有证据凑齐，我马上报警立案。好，你爸妈的事儿，总算是能沉冤得雪了。白墙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？白先生，您送来修复的20年前事发路段停车场监控，技术团队已经完全复原了。真的？画面能看清人脸吗？完全可以。虽然画质有年代感，但人物的面部特征和动作都清晰可辨。现在就发给我。好的，我已经把修复好的录像片段发到你邮箱了。存有完整录像的 U 盘，我现在让助理加急给你送过去。半小时就能到你家。录音笔、资金流水、监控录像，证据链齐了。白强，这一次你绝对跑不掉了。
喂，您好，我要报案。您好，请您说明具体情况。我要举报20年前的一桩汽车事故案件，实为故意杀人案，嫌疑人名叫白强，我这里有他完整的作案证据。您说的证据大概都有哪些呢？您说的证据大概都有哪些呢？嫌疑人的认罪录音、事发前的监控录像，以及他案发前的巨额异常资金流水。好的，请您告知详细住址。我们立刻安排刑侦警员上门取证。我住在雪陵市枫木区银花路松柏别墅区8号，你们到了按门铃就行，我在家等着。请进。白先生，这些证据我们都会带回局里做技术鉴定，如果核实无误，我们会立刻立案实施抓捕。录音是我爷爷当年和白强对峙时趁乱录的，监控是刚完成技术复原的原始画面，银行流水有银行官方盖章，全部都是真实有效的。好的，我们会加急处理，案件有任何进展，我们都会第一时间通知您。麻烦你们了，我只有一个要求，一定要让白强为当年的行为付出法律代价。我们会依法办事。你们是谁？怎么进来的？白强，我们是来核实情况的工作人员。你20年前的一桩旧事需要跟我们走一趟，配合调查。现在依法对你进行传唤，请配合调查。放屁！我没杀人，你们凭什么抓我？拿出证据来！没证据，我告你们诬陷！有没有证据？到了审讯室，你自然就清楚了。带走！我不走！放开我！我没罪！你们放开我！白强，20年前8月17号晚上9点到10点，你在哪里？20年了，我哪记得清？我在家睡觉。在家睡觉。可我们复原的停车场监控显示，你当晚9点40分出现在城西停车场，还在你哥哥的车旁边待了10几分。不可能！那监控早就坏了，你们伪造证据！是不是伪造？你先听听这个。白强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大哥挡了我的路，我没办法。他可是你亲哥呀！亲哥又怎样？你把公司都给了他，我什么都没有。这怎么可能？你们怎么会有这种证据？白强，铁证如山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我不是故意的，我真不是故意的。爸妈，20年了。你们终于可以瞑目了。喂，爷爷。小雨，事情怎么样了？他认罪了。好啊，你爸妈终于可以瞑目了。20年了，苍天有眼呐。接下来还有另一件事。我们也该让全世界知道，大渊是真的了。小雨，我想让全世界都知道，大渊是真的存在的。大渊王朝不该被历史淹没。好，
我来联系记者。但在这之前，我们得先让白强受到该有的惩罚。被告人白强，证据确凿，你可认罪？我认罪。被告人白强犯故意杀人罪，现已结案。爸，我错了。爷爷，我们走吧，这件事结束了。你爸妈在天上会为你骄傲的，你是他们的好儿子。各位媒体朋友、学界来宾，大家上午好，欢迎来到大渊王朝考古成果发布会。接下来有请本次发布会主讲人白敬之先生。白教授，请留步，我是都市报记者。您说大渊王朝存在40余年是有证据吗？是的，我有证据。今天我站在这里，就是要向所有人证明，大渊不是臆想，是真实存在过的王朝。请看我身后的展柜，这尊青铜鼎是大渊开国女帝命宫廷工匠按原工艺、原材质铸造而成。鼎身刻满的女书铭文，完整记载了大渊开国的全部史实。不过是一尊仿品，算什么证据？随便找个青铜器作坊都能做。单凭鼎自然不够，大家再看这份由大渊当朝女帝的亲笔圣旨，上面盖有大传国玉玺印。您好，麻烦请专业人员上台鉴定。我们初步判定，这批文物具备极高的真实性，大渊王朝的存在是确凿史实。此外，还有一则重磅消息要宣布：燕京大学正式聘请白敬之先生为历史学院终身教授。同步成立大渊文化研究中心，由白先生担任中心主任。谢谢各位，4年的冷遇、质疑、嘲讽，我都扛过来了。我今天站在这里，不是为了证明我自己有多厉害。我只是想告诉所有人，我没疯，大渊真的存在过。接下来我们还会成立大渊文化基金会，专门用于资助大渊文化与女书研究。白叔叔，你上次带的绘本我们都看完了，还有新的吗？有，这次带了好多，一人一本，不许抢。你每次来，这群孩子都很开心。我带你去看看新建的学堂。现在有300多个学生了。我请了几个学堂毕业的女先生教课，女先生们多了，来学的孩子也多了。太好了，这就是良性循环。基金会办得很顺利，爷爷身体也好了。他最近在写一本关于大渊的新书。白强的事都处理完了？他被绳之以法了。那就好。你该回去了。我在等。等什么？等你说下次什么时候让我来。你随时可以过来，我都欢迎。
这是女帝地赐的宅邸，面积不大，但格局精致。我安排了2个仆人日常打理，你什么时候来都能有落脚的地方。好。挺好的，比我在现在的住处还要清静舒服。但我觉得有了宅子，你在这里也能有个家。那我可就赖着不走了。这要看你自己的心意了，圣使大人。这块地空着有点可惜，种点什么合适？随你。那就种一棵银杏吧。等到了秋天，满院金黄，我邀你来赏杏。好，只要军中得闲，我便过来。投降！我带了点新的茶叶，你刚操练完，一起过去坐会儿歇歇。华渊，如果有一天山河图消失了，你还会记得我吗？我和大渊都会记得你。如今山河无恙，你我各守一方。你的世界有你的责任，我的世界有我的疆土。但只要你来，在银杏树下，我们总会相聚。好，这是今年的新茶，明年我还会带来。